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一点关于音乐，古典音乐。那你们会想说，为什么我懂古典音乐？我不是一个生意人吗？生意人也可以懂一点古典音乐，或者是说，其实很多音乐家他们是真正的生意人，只是你们不晓得而已。那我对于古典音乐其实有相当多的兴趣跟爱好，就是我对于音乐有相当多的兴趣跟爱好，包括但不限于古典音乐。那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听了相当多的古典音乐。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念书，我那时候念台大，然后我们会去重庆南路买一些唱片来听。那些唱片后来涨很多，都是黑胶的唱片，但是我把它全部都卖。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谈一些关于古典音乐，还有商业模式，还有比特币。这个投影片其实是在我之前跟台北爱乐还有士林福伦社演讲的时候用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交响乐的故事。里面还有主要是聚焦在第8号交响曲，是因为台北爱乐的赖团长他那时候给我的一个题目啊，因为台北爱乐赖团长他其实本身是士林福林社的会员，他也曾经是士林福伦社的社长，因为士林福伦社是一个台语社，所以我第一次用这个投影片演讲的时候讲的是台语。但是你讲台语讲一半，你讲到贝多芬啊、马勒，你对台语跟跟国语麻烦了，所以后来我就全部，我们倒是看这字幕会做成什么样子。后来我就全部都用国语讲。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第8号交响曲，事实上是从贝多芬、马勒到肖斯塔科维契去勾串出商业模式，当然也有人性尊严。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张玉江，我是伊利诺州立大学芝加哥校区的 MBA， 我是台大土木法律的双学士跟硕士。念土木跟法律其实也是不错啦，但是它的 CP 值实在是太低。我本身是土木技师，我曾经参与高铁的设计跟施工，我现在是经营营造业相关的业务。那我也从事无人机相关的工作，我们在比特币还有区块链的一些应用上也有琢磨。那我现在是土木技师工会的副理事长，我是营造业的负责人，我是香港贝多区块链科技的负责人，我也是绿图顾问的负责人。我们先提一下贝多芬，我有个女儿叫贝贝，另外一个叫多多，所以我很多公司的名字叫贝多营造，但我也很喜欢贝多芬。贝多芬他是18世纪的作曲家，他是古典乐派的作曲家。那其实你要看相关的音乐的介绍古典音乐的书籍啊，其实你不能漏掉一个叫做 Arnold C. Schoenberg 他的书啊。他的书写得很好，他就是去介绍这些古典音乐的作曲家，还有他们相关的时代背景。他描述贝多芬说他是来自波昂的改革者，他的意思就是说，贝多芬其实是在巴哈跟莫扎特之后，对于古典音乐产生相当重大影响的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改革家。那贝多芬其实我们要提到的贝多芬，事实上，他有很多很有名的音乐啊，包含第9号交响曲，含第8号交响曲，刚好这3个作曲家贝多芬、马勒跟肖斯塔科维契他们的第8号交响曲，刚好可以勾串起我要讲的主题。我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商业模式，或者是说他们生存的方式。贝多芬其实在1813年创作了他的作品第93号。第8号交响曲，这是一个第4乐章的交响曲。那你看哦，他花了4个月哦，然后在林茨完成作品，然后把它献给这个弗莱茨伯爵。他们那个年代贵族要的东西其实也蛮单纯的，就是你要么来教我的小孩，不然就是你写个作品，然后提名给我，那我就会给你一些经济上的利益。大家留意一下，他演出的人数是57个人呢，也就是说他有，他演出的人其实不多，演出的时间也很短，25分钟。那我们来看一段影片，这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出的贝多芬第8号交响曲，这应该是第4乐章，应该是讲说你常常会看到有柏林爱乐的一个商标。柏林爱乐的商标为什么是这商标？原因是因为说
它其实是它的爱乐厅的形状，它爱乐厅是一个乐团跟指挥在正中间，然后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四面八方都可以坐人，然后也都可以听到音乐的一个很创新的一个音乐厅。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这个 YouTube 频道有28万人订阅。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指挥一个乐团，然后用录影的形态留下来。他事实上，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录影。卡拉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录影跟录音。他在录影跟录音的技巧，其实的资源跟专注度其实是相当的高。贝多芬他作曲其实所用的采用模式，就是他透过作曲不是只有单纯的赚取稿费，他还可以拿到别人的赞助代言。那18世纪到19世纪，他们所普遍存在的形态就是这样子，一直到其实一个他们当然也透过演奏去赚钱。那你现在如果喜欢听钢琴，你会知道有一个钢琴家叫李斯特。李斯特他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作品叫做《巡礼之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看，这是李斯特的《巡礼之年》。他就讲他第1年、第2年、第3年。李斯特其实他的巡礼之年，他是一连串的演奏，他的演奏形态就是他透过他的经纪人去做相关的资料的资讯的发布，让大家知道他要去你们家，去你的城市做表演。那他的商业模式就是这样，他一边表演一边作曲，然后一边赚门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它其实里面就是各个年度它有各个不同的地方，他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写了不同的作曲。比如说你看他第1年去瑞士，然后他就是在瑞士这个组曲中的曲目有暴风雨跟牧歌。到意大利的时候呢，他就有婚礼、佩托拉克。所以其实巡礼之年它的音乐形态就是很特殊也很成功啊。那所以我们在18、19世纪的音乐的商业模式就是你有著作权嘛，那你可以演出，你还可以做商标授权，当然还最重要就是教学。那我们来看19世纪到20世纪。19世纪到20世纪有个很重要的作曲家叫做马勒，他的音乐他很敏感，然后他又很负面很黑暗，所以他的作品给人带来很多共鸣。贝多芬光明明亮，但是其实他的共鸣很多，所以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马勒他的作品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说他的编制都很大，他的时间都很长，他会让你去音乐厅听一次觉得值回票价，因为时间真的是太长，随便一个曲子可能都要1个小时、2个小时。那他的编制又很大，让你觉得值回票价。但是事实上，他在同一个时间有演奏的乐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他没有长时间马拉松式的让每个人都在每个交响乐团的乐手都在舞台上拼命演出，没有，他并没有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出席的人是很多，但是同时管弦齐鸣爆棚的时间其实不多，所以相对上来讲，乐手的压力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那么大。马勒他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人，他的故事有相当多，包含说他很年轻就出道，20岁就写出自己第1首交响曲。然后他曾经当这个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音乐总监。40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小自己20岁的太太，后来找弗洛伊德做心理治疗。然后他很年轻，51岁他就过世。就是19世纪德奥传统跟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音乐之间承先启后的桥梁。
当然我不懂啊，我主要是提商业模式。马勒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其实家道很清寒啊，他没什么钱啊，他一直到开始演奏之后才赚不少钱。那他真正赚钱，其实事实上是他到美国去之后才赚钱。为什么他到美国去之后才赚钱？因为他到纽约，然后指挥纽约爱乐，他是指挥纽约爱乐还是纽约大都会，我不确定。他指挥在纽约指挥乐团，他的时间只有他在欧洲工作时间的20%，但是赚的钱比在他在欧洲的时候还多。那我们既然提的是第8号交响曲，不可免俗就一定会提到马勒的第8号交响曲。马勒的第8号交响曲其实是，你看哦，刚刚我们提到演奏时间只有25分钟的贝多芬第8号交响曲，马勒的第8号交响曲，他演奏时间80分钟。他的演出的人数，我们刚才讲说贝多芬的第8号交响曲，他需要多少人？57个人，演出时间25分钟，他演出时间将近是4倍，他的人数20倍，所以为什么会用到这么多人来做演奏呢？事实上，就是他把编制都 double 之外，他还有合唱团，然后还有管风琴，管风琴其实人是多的，最主要是合唱团。合唱团的人，你看后面这些合唱团的人，从林林总总加起来就要上千，数大就是美。所以他的交响曲其实，不管是在哪里，你要演出，基本上都会相当耗费成本。但是在马勒过世的时候，他过世之后，在纽约其实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第8号交响曲的演出啊。那你会想说，每天都有第8号交响曲的演出，每天都有1000人交响曲。事实上，它几乎就是今天你在看《歌剧魅影》跟《狮子王》在纽约的百老汇演出一样，每天都有人去看。那大家觉得说人很多，编制很大，一辈子一定最少要看一次，去感受那种爆棚跟震撼，所以它也是相当成功的一个，你要讲它是商品嘛。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1000人交响曲的演奏，这个其实是杜达美又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是他其实是中美洲人，他是委内瑞拉人啊。我以前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委内瑞拉人，他跟我讲说啊，我们国家其实真正厉害的是我们的女孩子啊，这个世界小姐有好几年都是委内瑞拉的女孩子。我们来听一下，看一下这个内容。这个是第8号交响曲开场的时候，让你感受到这一种1000人合奏齐鸣的那种震撼跟气势。关于马勒故事其实很多，第8号交响曲其实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交响曲，我最喜欢他的作品其实是第9号，他的第9号相当神奇。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关于马勒的音乐。那我们来提一下我们刚才要提到，你看财务的音乐的财务跟商业模式，在19世纪到20世纪，其实包含我现在在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当天在纽约的百老汇一定还有歌剧魅影的演出，他们的演出的形态就是你就是买票去看，然后他就是赚票房收入，然后写歌剧魅影的人他就是收他的版税，演奏的人跟表演的人就可以收他们的表演的收入。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一样，他有著作权，他有演出，他有乐团的一些相关的职位，然后他有演出的授权。所以他的商业模式其实跟以前不一样。你看马勒他没有写，他写的作品其实只有给他太太，他没有给贵族。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会赚钱，他不需要靠贵族去赞助他，他可以自己透过他的指挥，透过他的门票，透过他的音乐会的收入去独立他的财务，不需要透过这些贵族去支持他。我们接下来看最有趣的一个类比，就是第8号交响曲在19世纪、20世纪，应该是已经到了20世纪了。到了我们刚才其实提的第一个是贝多芬嘛，他是18世纪人。那他到19世纪、20世纪，17、18世纪是贝多芬。
18、19世纪我提出来的标准的人物是马勒。19、20世纪，我们其实有提到马勒，但是20、17、18、19、20，那20、21世纪的人物跨越这个20世纪的人物，事实上是肖斯塔科维契。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因为他本身是生活在共产国家。那同一个时间，其实有很多作曲家你们都耳熟能详，比如拉赫曼尼诺夫啊，他有很美的这些钢琴的协奏曲。那或者是说斯特拉文斯基，他有一些很特殊、色彩相当丰富的一些管弦乐曲，比如说火鸟组曲啊、春之祭。春之祭是搭配火鸟组曲，春之祭搭配的是芭蕾舞。那肖斯塔科维契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莫斯科共产党的控制跟掌握，他始终也没有投奔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讲说，也许从欧洲投奔到大陆，到美洲大陆的是马勒。那从俄罗斯投奔到美国的是拉赫曼尼诺夫跟斯特拉文斯基，或者是到欧陆。然后肖斯塔科维契他其实都没有离开俄罗斯。那他的形态事实上是相当特别，他一直在作曲，然后他一直是俄罗斯共产党御用的作曲家。他的曲目跟他的内容包罗万象，包含室内乐、交响乐、歌曲集、电影配乐。他有一段时间也写了一个很有名的爵士组曲，他其实是写了爵士乐，但是写了爵士组曲之后他就被批斗，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再写。那个时代其实是相当复杂，白色恐怖的时代，你就乱写曲子，当天晚上你就会消失，然后你又被折磨，他们会想办法用各种方式去折磨，最后你会莫名其妙就从人间蒸发跟消失，这就是白色恐怖的时代。那他其实透过他的音乐去描述了很多白色恐怖时代的作品，尤其是第8号交响曲。他写了15首交响曲里面，事实上我最喜欢的交响曲应该也就是第8号交响曲。他的第8号交响曲其实里面呈现的相当多，在这种极权主义里面对于人性的践踏跟人所承受的尊严的丧失还有压力。我们先提一下它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第8号交响曲是1943年完成的，就是在马勒第8号交响曲后面的将近40年。它是一个非常深层反映战争黑暗的作品。为什么会打一个问号的原因，是因为它并不是只有反映战争的黑暗。在1943年的夏天创作，然后在11月4号由穆拉文斯基在苏联交响乐团演奏。穆拉文斯基其实他带着列宁格勒交响乐团，今天叫做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爱乐交响乐团，今天叫做圣彼得堡爱乐交响乐团，在 BBC的录音下在伦敦演出。那个录音其实是我认为是最好的录音。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一段很小的影片，是关于葛基夫。葛基夫演奏，他的演奏人数有77人，他有5个乐章。顺便提一下，葛基夫跟普丁的关系很好。好，这就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契的第8号交响曲。他说他认为第8号交响曲是他最好的作品。他很清楚的让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后续要讨论的内容。我们要谈的还是音乐的财务商业模式，还有20世纪、21世纪。那共产社会的音乐创作的价值，其实基本上它是为政治去服务。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政治倾向，我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中立。如果你去看经济发展，会发现在斯大林统治的时代，曾经出现俄罗斯所有
时代生产力跟经济成长的高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这是事实。二次大战之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其实发生了相当多的白色恐怖。其实这种形态最后也漫到中南半岛，你会发现中南半岛他们也有类似的这种。如果看一些纪录片去讨论越南，然后柬埔寨在越战时间跟他之后次缅统治的时候，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其实故事都相当雷同。同样的时间，其实在台湾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他第7号交响曲又更特殊的透过列宁格勒被德军纳粹的部队围起来，围了1000多天，然后他写的一个交响曲第7号交响曲用相机拍起来，那个时候没有数位相机，自然不会有网际网络。他用相机拍起来之后，把它缩成一个很小很小的胶卷，然后塞在胶囊里面，然后把它寄到国外去，然后在美国进行首演。这个事情，这种故事其实一直发展到最后，在冷战都还持续有同样的故事在发生。那我们提到了这么多商业模式跟音乐的财务模式，事实上我大概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这个我也在各个场合跟大家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音乐家事实上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包含华格纳。华格纳其实他写的最有名的作品叫做《指环》。华格纳的《指环》事实上是一部很庞大的作品，他需要演奏1个晚上跟3天才能够把它全部演奏完。他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演奏它？他的目的是要你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才能够一次把它听完。你去听歌剧魅影可能就是待1个晚上，待1天，但是你要听华格纳整套的《指环》，你需要待1个礼拜。就是因为你需要待1个礼拜，所以你非到那个地方不可。所以他透过音乐去产生相当多的商业价值。他买了一个土地，然后做了自办的重划，然后让那个地方因为观光、音乐观光而复兴起来。他其实是一个不动产的开发商，他买的那个小城叫做拜鲁特，他做了一个拜鲁特音乐节。在拜鲁特音乐节每年都会进行的音乐节，他可以让人气聚集到那边，让他用低价买进的土地，然后能够飞涨，他也因此活络了经济，创造了土地的价值，然后他变成很有钱的人。这个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容易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庞大、这么严谨，然后这么优秀的作品。事实上，原来是为了不动产的开发。事实上，为什么会在这个故事里面跟大家提到，这个投影片里面提到比特币跟区块链，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我勉励各个音乐团体，包括但不限于台北爱乐，透过新的募资形态去经营自己的财务。比如说，你可以透过比特币的区块链的形态去发币，发币之后，你就可以先去做预售，然后大家买到你的音乐会的门票的这个币，还可以转让给别人，而不会因为其实现在音乐会的票转让相当困难，它没有那么容易。假设你用虚拟货币来做，也许会容易相当多。我会在这边稍微提到一些比特币的内容，我后面又有独立的内容去提比特币。我现在先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比特币跟区块链。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中本聪，他是在网络上说自己叫做Satoshi Nakamoto。他写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我们要怎么透过一个点对点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可以在网络上做的一个现金的交易的现金移转的一个系统。他的文章其实很短，他只有4张 A4 纸。你如果没有相关的背景，你看起来会觉得都是天数。现在全世界拥有比特币最多的人还是这个不晓得是谁的中本聪，现在全世界没有人找得到他也许是一个外星人。这是比特币，这是我从另外一本书，那本书是比特币的圣经，然后它第2版里面所揭露出来的。那它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去呈现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比特币。这本书是Mastering Bitcoin， 这是比特币的圣经。他写这本书的名字叫 Andreas Antonopoulos。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一个钱包。当你钱包产生一次交易的时候，
它就会在比特币的网络上开始扩散你这一笔交易。那扩散你这笔交易之后，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个矿工把前面的几笔交易呢全部去确认它。确认它之后，他们会开始去进行挖矿。什么叫挖矿？就是他们开始用算力去找寻，用暴力演算1、2、3、4一直往下算，速度飞快的去算。但是大家都在竞逐说，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算到一对数字，那对数字放进去，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区块。那形成这个新的区块，它就可以拿到比特币当作是奖励。这是中本聪他当初设计要让比特币的网络能够运作的基础。你要透过这些矿工去确认交易，才有办法让比特币的网络可以运作。你要去勉励矿工做这件事情，你就是形成新的比特币。形成新的比特币可以同时解决3个问题：第一个是货币的供给，第二个是勉励矿工，第三个是让区块链比特币的这些网络真正能够快速的去运作。然后你形成区块之后，它就会叠到下一个区块，所以一块一块的区块叠起来，所以像一个链条一样，而且只有一条，所以这最后它叫做区块链。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区块跟区块链哦，你每一个区块的每个区块都有个号码，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交易上面去确认说你这笔交易是出现在哪个区块。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最红的事情就是脸书它出自己的货币叫 Libra， 那 Libra 其实是在它自己的区块链里面去运作的一个虚拟货币，我们会找时间谈到关于 Libra 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常常用的一个钱包，我这是包含我自己在我的手机上面用的钱包，叫做 JAX。JAX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虚拟货币的钱包，它可以放很多虚拟货币，它不是只有可以放比特币，它也可以放以太币。那你看到这边写 BTC 代表这是比特币，这边写 ETH 这个是以太币。那我的这个是有一段时间了，我那段时间的比特币跟那段时间的以太币，你用这个钱包就可以跟任何有这个钱包的人交易。那你在交易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可以用不同的钱包去交易了，你不一定要同一个钱包。你在交易的时候，事实上也不是说比特币从我的钱包转到你的钱包，而是我把我在比特币网络上能够动用到的比特币的权利转到你的账号、你的二维条码所形成的一个比特币的位置里面。那我们要提的就是说，在区块链里面，其实最近前几年最流行的就是发行自己的虚拟货币。那其实你可以透过发行自己虚拟货币的形态去做什么事情？大家看到这个相片都知道，这个是倒扁黄潮发生的时候，在08年，要选出下一届总统之前，事实上大家都聚集在台北，然后在这个总统府前面那条路要去抗议，叫陈水扁下台，但是没有成功。那时候据说聚集了100多万人。台湾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如果待过美国，你或者是说你待过其他国家或欧洲的一些国家，你会发现台湾相当的干净，而且相当的安全。你如果去美国，你只要在任何一个角落，你就会发现有人在这边尿尿。台湾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100多万人在台北市的街头这样聚集做游行，没有任何的一个流血事件，没有任何的一个冲突，大家很安静的在这边走，然后抗议，然后要这个陈水扁下台，这是一个奇迹啊！但是他如果能够让陈水扁下台的话，那才更真正是奇迹。所以陈水扁其实并没有下台，最后他还是做到马英九选上总统之后他才下台，他之后也被关起来。那我要提的就是说，那时候事实上要操作这么大的一个群众运动，事实上需要钱哦，你要有钱去 promotion， 要去行销，要去号召，然后你要去现场管理，还要有矿泉水给大家喝，类似这些事情其实全部都是需要钱。所以那时候这个活动的总召集人叫做施明德，他就发起就说好，我给你们一个账号，你们每个人去邮局就汇100块给我就好，人只要够他就可以做这件事。后来汇给他的人当然是相当多了，因为你去的人有100万嘛，那你如果说万就是亿，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给他1块，去100万人就有，去100万个人就有100万，
所以其实每个人给他100块，就代表说他那边他就收到了1亿，但是事实上可能不止。他拿这些钱就来做这些事情，他是有他自己的账，据说其实账务都还清楚。那我们如果是在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你可以不需要透过邮局，你可以透过区块链，你可以在网络上说你要发行你自己的币，大家给我钱，到时候这些币会用什么形态去彰显出它的价值。那也可以用来做公投，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从事各种政治或者是办政治的活动里面，我得到最后的结论就是，你要从政的门槛太高，所以去从政之后的人不愿意放出这些资源，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从政的门槛降低，让真正的人才能够去从政，然后把这些把持资源的不算，我不是说他们不是人才啊，把持资源不算是一流的人才，让他们能够把这些资源释放出来，而用区块链去进行公投是一个相当好的方式。它不见得会是成功的方式，它会有它的问题，因为你到最后出现的就是这些网红跟政治素人，他们能够凝聚人气，然后能够去呼风唤雨，但是它不见得就是一流的人。还是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件事情，因为你要投入公共政策的成本太高，你要让成本降下来才可以。那我们最后大概要跟大家提一下这些艺术商业模式跟人生了，也总结一下我刚才提的事情。事实上，我相当喜欢古典音乐，但是古典音乐的背景，你今天能够听到，华格纳的指环也好啦，你能够听到贝多芬的音乐也好，我能够听到雪塔戈比楚我最喜欢的钢琴五重奏或者是弦乐四重奏也好，它全部都是反射的利益。它不是在第一时间为了我们所投出去的资源所得到的结果，它其实背后还是有它架构的一个基础，一个商业模式的基础。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这件事情。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苦心孤诣，像贝多芬很惨很苦，然后做出他这个交响曲，然后能够传世，但是我不认为那是有效率的事情。它会有更有效率的方式去进行。但是话说回来，在大部分的音乐家他们苦心孤诣做出来的作品真的是最传世的，我们也只能够讲说我们相当幸运能够在他们投入了这么多之后能够得到人类文明的真正的瑰宝。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内容大概就是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够订阅我的频道，订阅我的频道可以享受相当多好看，你可以来跟我讲说你订阅了我的频道，你要我提供一个免费的咨询，没有问题。谢谢大家。